想象一下，闪光灯不停闪烁，记者们互相拥挤着，空气里弥漫着昂贵香水的气息，混合着数百人屏息等待的紧张感。然后他走了出来，1.85米，黑色皮夹克紧贴身形，那张脸冷得像一尊刚刚雕刻完成的雕像，整个空间仿佛凝固了。他就是宋威龙 Song Weilong 古驰品牌大使，正在席卷整个亚洲的中国演员。过去这1年，他不只出现在某一个活动上，他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从上海到米兰，每一次社交媒体都会炸开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旅程，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一套造型接一套造型，一个出圈瞬间接一个出圈瞬间，还有那个赵今麦站在他身旁，让整个粉丝圈彻底崩溃的时刻。留到最后哦，因为最精彩的部分我留着压轴。首先，我们来聊聊宋威龙成为古驰大使究竟意味着什么。古驰不是随便选人的品牌，当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某张面孔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宣言，一种承诺。他们在说，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精神。而选择宋威龙，这个决定完全说得通。他生于1999年，从2020年的以家人之名开始走红，那个又冷又暖的哥哥角色让无数观众沦陷。从那以后，宋威龙没有停下来，一部戏接一部戏，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而古驰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并非人人都有的东西，完美的外表和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气质。宋威龙的脸既有足够的男性硬朗，又有足够的精致细腻。他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甜美小生，他有棱角，有深度。而当他穿上古驰的衣服的时候，天哪！好了，先别让我剧透太多，我们直接进入每一个活动。2025年3月，上海，古驰举办了竹节包展览，这个系列是这个时装品牌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首代之一。活动在上海举行，汇聚了当时华语圈最炙手可热的一批美男子，张凌赫、朱毅然、董思成，也就是 NCT 的 Win， 光是念出宾客名单就已经够震撼了。而宋威龙当然也在场，他穿着古驰2025早秋系列的长款皮夹克，黑色，冷冽，没有多余的配饰，就他和那套衣服站在展览大厅中央，仿佛房间里每一台摄像机都被程序设定好，只对准他一个人。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活动拍摄的照片在几小时内铺满微博，宋威龙古驰的话题标签在几小时内冲上热搜榜。网友评论道，与 quote 他太高了，穿什么都好看。与 quote 那件皮夹克就是为他而生的。与 quote 古驰选对人了。与 quote 但最有趣的是一条反复出现在评论区的小小观察。与 quote 站在张凌赫、朱毅然旁边，你第一眼看到的还是他。与 quote 不是因为他刻意要出风头，而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刻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presence 气场。而宋威龙有的是。跳到2025年9月，米兰时装周，古驰2026春夏大秀，这是完全不同的战场，不再是地区性活动，这是全球时尚的舞台。那年古驰秀的前排嘉宾包括 BTS 的 Jin， 来自泰国的 My Devika、 朴圭英、倪妮，还有宋威龙。当嘉宾名单公布的那一刻，亚洲粉丝圈几乎要炸了。Jin、BTS 和宋威龙同场，媒体大篇幅报道，话题标签炸遍 Twitter、微博、Instagram。韩范和中范第一次汇聚在一起，为同一个活动共同惊叹。而这一次，宋威龙的造型和之前的风格截然不同。他穿着来自 La Famiglia 系列的 Intraversal 套装，黑色修身皮夹克配金属铆钉牛仔裤，更大胆，更叛逆。这样一种风格搭上他那张完美的脸，反而引发了争议，一部分人立刻沦陷。与 quote 第一次看到宋威龙穿这种风格，我根本移不开眼睛。与 quote 但另一部分人的反应却不一样，他们觉得他的脸太符合传统审美标准，不够与 quote 有棱角与 quote
撑不起这套衣服所需要的叛逆精神。还有那条超低腰裤哦，那条裤子自己掀起了一波专属评论浪潮。有人说它让她的身形看起来比例失调，也有人说那恰恰是整套造型最有趣的地方。但不管是夸还是踩，所有人都在说宋威龙。在娱乐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先别走，下面这部分才是你今天来这里真正想看的。2025年1月，星光大赏颁奖典礼。这不是古驰的活动，但这是整个 CBS 粉丝圈在聊到宋威龙和赵今麦时提到最多的活动。赵今麦生于2003年，很多人叫他华语影视圈的00后小花年轻、有才华，而且拥有一种犀利的颜值，让人每次看到他出现时都难以移开视线。那天晚上，她穿着一件镶满亮片的镂空连衣裙，高盘发，淡妆勾勒出精致的轮廓。那双将近20厘米高的细高跟鞋，让整个微博都在放大特写，只是为了确认她是真实存在的。而与她并肩而行的是宋威龙，两人一同出现在星光大赏的红毯上。他们在现实中不是一对，但他们正在共同出演《我如阳光璀璨》。而他们镜头前的化学反应不是可以假装出来的东西。两人的照片像野火一样在网上蔓延，粉丝们尖叫。微博用户在一夜之间制作了几十个剪辑拼图。活动话题爆炸式增长，不只是因为奖项，而是因为两个人并肩而立，共同微笑，共同望向观众的那个瞬间。就在那一刻，你看着那张照片，你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叫他们颜值天花板但接下来这部分才是网友评论最多的。有一段来自活动幕后的短视频，宋威龙站着和某人说话，而赵今麦他抬头看了他一眼，就1秒钟，但那个眼神的方式让整个评论区炸了。姐，你的眼睛说了很多东西啊。我没有在看，你看他吗？这两个人演爱情戏，摄像机估计会烧掉，因为根本装不下这种化学反应。于是 CP 粉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说到两人的电视剧《我如阳光璀璨》，本身是个不简单的故事。这部剧开播前被寄予厚望，一方面是因为主演们的绝世颜值，另一方面是因为拍摄现场被偷拍到的吻戏片段在网上疯传，让观众们好奇到睡不着觉。但是这部剧也带来了不少风波。据了解，有观众发现在未播出的集数中出现了含有非法9段线地图的画面，这对一些观众来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抵制的声音出现，一些相关平台也不得不迅速处理。不过，单就两位主演本身，宋威龙和赵今麦他们在红毯和各类活动上的故事，始终持续吸引着关注，不因围绕这部剧的争议而褪色。2026年1月，娇兰晚宴。如果说星光大赏是观众第一次看到宋威龙和赵今麦正是并肩亮相，那么2026年初的娇兰晚宴，则是让网友纷纷评论这个品牌选对搭档了。这里说的不是感情意义上的搭档，而是颜值意义上的。两人出席晚宴时，风格形成了完美对比。他冷，他暖，他深色调，他明亮系，并肩而立，他们创造出摄影师所说的 perfect contrast shot， 那种你一眼望去，不知道目光该先停在哪里的照片。微博又一次炸了，粉丝做剪辑，粉丝写同人文，粉丝画同人画，而宋威龙一如既往站在这一切喧嚣的中央，神情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大概是他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不需要反应过度，不需要摆出精心设计的 pose， 不需要刻意制造瞬间，他只是出现了，而瞬间自然就来了。那么总结一下宋威龙过去这一年到底是什么？一个品牌大使，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只是一张用来拍照的好看的脸。从上海展览到米兰时装周，他带来了古驰在品牌努力接触亚洲 Z 世代时最需要的东西，完美颜值与有深度的个性的结合。
而赵今麦这个刚刚20出